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期我们用 Moji 解决了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做内参估计的问题。得益于之前对 Moji 的探索，整个过程比较顺利。这次我们探索一下 GGML 这个库。我最早了解到 GGML 是因为要用 llama.cpp 在本地跑 DeepSeek， 它的底层就是 GGML。这个库和我的期望很接近，一个纯 native 的机器学习推断库。虽说 Onyx 也是，但是太重型了，一装一大堆，还不能和渲染 API 交互。GGML 有多个后端，包括纯 CPU、CUDA、HIP、Vulkan、MUSA 等等。每个都有编译开关，可以单独开启或者关闭。如果我们也用这个，就能脱离 PyTorch 和 CUDA。如果用它的 Vulkan 后端，再能很容易的把图形 API 的资源跟机器学习那边共享，就完美了。搜一下 ，GGML 里有 SAM 的例子代码，还有人用它做了 DynoV2.cpp， 说明功能上还是足够的。要把 USQLnet 移植过去应该不难吧？当然，想是这么想，哪有那么好的事情？稍微弄了一下，编译不难，几分钟就能得到只有 Vulkan 后端的 GGML， 唯一的依赖是 Vulkan SDK， 但问题也很显著，一开始移植就碰壁了，因为 GGML 没有图片插值，也就是少了 torch.functional.interpolate， 以至于 USQLnet 不能只用 GGML 实现。SAM 不需要插值， DynoV2.cpp 用的是 OpenCV 在 CPU 上插值，这才避开了这个问题。自己实现不难，但和用 GGML 的初衷相违背。再者，没有办法从 Vulkan 的资源建立出 Tensor， 也没法从 Tensor 拿到 Vulkan 的资源，所以基本只能独立于图形 API 使用，没法交互。这也是机器学习的人用图形 API 做底层的思路，而我们需要的是从图形往机器学习方向建立一个库，所以 GGML 并不符合我们的需求。看来我们还是得按照原计划做个基于 Shader 生成器的推断库。即便如此，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在做自己的推断库的时候可以复用。第一个就是 gguf 这个文件格式，它相当于 PyTorch 的 PTH 格式，可以把神经网络存进去。GGML 提供了脚本，从 PTH 转成 gguf， 过程中还可以做量化等改进。文件格式读写也是现成的，兼容 gguf，能让使用和开发都容易一些。第二，在 GGML 启动的过程中，看到了它有检测 KHR CoopMat， 全名叫做 VK KHR Cooperative Matrix， 是个 Vulkan 的扩展。在2023年，有 NVIDIA、ARM、AMD 从 NVIDIA 的2019年厂商扩展升级而来，它能在 Shader 里面做长向量大矩阵的操作，不再受限于 float 4或者4×4矩阵这个大小，而真正的计算可能发生在 NPU 上，而不是 GPU， 这就是名字里 cooperative 的来源。SM 之间、多个 PU 之间都能进行无缝协作，计算结果回到 Shader 里，用它实现 Tensor 库会容易得多，高效得多。好巧不巧，在调研 GGML 的时候，微软也发布了第3、第12的 Cooperative Vector，也是做类似的事情，只是晚了 Vulkan 2年，在 Shader Model 6.9 和未来的驱动上才能用，最大支持长度为1024的向量，但微软给起了个 Neural Rendering 的名字，要这么宏大叙事吗？连新种类的 Shader 都没有，只是加了一个新数据类型和几个新函数。相比之下，在讲 Ray Tracing Shader 的时候，可是加了不是1种，而是5种 Shader。那么，不是每个显卡都支持 Cooperative Vector Matrix， 赶上不支持的怎么办？在 GGML 里还有个后端叫做 Compute with a K， 它用淳朴的 Shader 实现了 Tensor 和通用计算的库。虽然只支持 Vulkan， 但我们可以以它为参考，做一个支持多种图形 API 的库。通过调研 GGML， 我们对 Shader 生成器该有的结构也逐渐清晰起来。顶层是个 Tensor 的 interface， 底层是个抽象层，支持多种图形 API。同个接口下，还需要支持 Cooperative Vector 和不支持的2套实现，至少要支持向量点乘
矩阵相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些算子。如果每一个算子都有自己的 shader 和 dispatch call， 效率肯定好不了，所以得参考 TensorFlow 和 PyTorch 2的 compile， 把 module 编译成尽可能高效的有限个 shader。实际上 memory efficient attention 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这样，只是实时渲染的常识而已，被机器学习的人重新发明还当个宝了。这些都有待一步一步完成。我应该是会用自底向上的做法，先用 shader 实现一个 U-square-net， 之后把可以复用的部分抽取出来变成生成器的结构。既然还有时间，就顺便说说一些短期的规划。现在 Mesh 的质量得到了提高，已经相对完善，相比之下，纹理的质量问题就变得显眼了。这样不连续的接缝到处都是，毕竟 Delighting 没办法完全去掉光照，思路一样，用可微渲染来优化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把纹理的功能也加到我们的可微渲染器了。第二个要解决的是稀疏 Tensor 在非 CUDA 设备上执行的问题。Trellis 里用 SPConf 这个库来存储稀疏 Tensor 和它的卷积等操作。SPConf 预编译的包 CPU 版只支持 Linux， 而且依赖库也有的没的一大堆，还会有运行器编译的事情。其实 PyTorch 里也支持稀疏 Sparse COO Tensor， 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能用它来取代 SPConf， 以降低代码量和包体大小，并支持非 CUDA 设备。接着就是给 GPU System 增加 Vulkan 的后端。Vulkan 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生态也越来越强。比如前面提到的 Cooperative Vector， 在 Vulkan 上2年前已经能用了， D3D12 才刚刚有规范，甚至现在还没法使用。GPU System 需要有个完整的隔离层，后端可以选择 D3D12 或 Vulkan 的 API， 甚至可以让 API 之间交互，这就能发挥出两者的优点。还有个用户体验的问题， AI HoloImager 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支持多视角的图片，但有时候真的只有一张图片，又不是很在乎不可见区域的质量，比如老照片、AI 生成的图片这些。既然系统其实有能力支持单张图片作为输入的，就干脆开放出来。这时候需要增加一条 code path， 绕开 SFM， 至少可以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一点一点来，接下去我们从进一步改进已有的系统开始。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